现在外界谣言已经控制不住了，这个时候做出任何的澄清都是不明智的，因为那些照片，还有那段如定时炸弹一般未公开的酒店录像，如果真按照魏先生所言，让你独揽责任，忘机遭受的非议会更多。魏无羡设想了一下，立刻有些胆寒。如果外界大多数人都已经相信他们有那样的关系，一味的澄清和否认，蓝湛就会立刻成为没有担当、不负责任的代名词。看来果真蓝家也是考虑了许多办法，如今这一个只不过是下策，实属无奈之举罢了。何况谈恋爱又不犯法，就算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？蓝湛考虑的时间过得极度漫长，魏无羡鼓足勇气，将视线慢慢移回身旁人的脸上，最后看进那双琥珀色的眼睛里，问道：这件事情，你本人也是同意的吗？是我和兄长一同商议的。蓝忘机浅笑着看他，我自然同意。自然是，求之不得，得之有幸。魏无羡突然扑哧笑了出来，既然都这样了，那我还矫情个什么劲儿啊？反正不管怎样，都算是我赚了。蓝先生，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？怎么，公开呀？蓝曦臣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那就是你们俩自己的事了，你们可以慢慢商量，只要对外公布就好了。既然事情谈妥了，那我就先回公司了。蓝曦臣站起身要离开，在两人也随着起身准备送他时，蓝忘机不落痕迹地握住了魏无羡的手，后者一愣，也随后反握住了他的。蓝曦臣却又在此刻突然转身，一眼就看到了两人相牵的手，嘴角不自觉地扬起，笑得魏无羡略微尴尬，但也并未放开手。无羡，我忘了一件事。有什么事？蓝大哥可以直说。魏无羡还没从自己称呼的改变中反应过来，对方又看似很有道理的继续说道：忘机被狗仔一直盯得很紧，如若你们二人对外宣布关系，情况势必会更严重。所以为了不落人把柄，无羡可否愿意就在此住下？住下，房间已经收拾好了，如果你觉得这里不好，蓝家还有其他房产，忘机可以带你去其他地方。不是，这里很好。谢谢蓝大哥。魏无羡看向蓝忘机，二人交换了眼神，得了肯定之后的他才道：那我和蓝湛商量一下，看什么时候把行李搬过来，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和忘机说。忘机从小就很独立，蓝曦臣眼带笑意，一定能照顾好你的。我就先走了，兄长慢走。等到偌大的房里只剩他们两人，魏无羡又有点难以启齿了，寻思着怎么说能不让自己意图那么明显，又能不让两个人尴尬。蓝忘机拉着他的手回到沙发上坐下，一只手打开了手机，不太熟练地点进微博编辑界面，再递给魏无羡。蓝湛，你这是干嘛？魏无羡一头雾水。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魏无羡这才知道，原来蓝忘机是把公开文案全交给他来。不过这件事对他来说意义很重大，他有点期待蓝忘机自己发公开文案会是什么样子，会说什么样的话语。于是他道：不如这样吧，蓝湛，我们各自发自己想的，艾特对方，然后看看是不是一样的。不过我看其他人公开的时候都会配照片，要不我们也拍一张吧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想想圈内的其他情侣，魏无羡觉得似乎都应该发一张亲密照片秀秀恩爱。不过蓝湛不是爱拍照的人，何况他俩在网上疯传的亲密照片也不是没有。我想想拍什么呀？魏无羡四处望了望，突然扫到自己和蓝忘机正握得紧紧的手，灵光一现，我们就拍手吧。既表达了意思又很含蓄。蓝忘机嘴角溢出微微笑意，轻轻了一声，便把手举起来方便他拍。魏无羡在按下照相键之前，左后调了下位置，特意把自己带着的腕表也拍了进去，这样就算别人认不出手也能知道是他了。他把照片给自己的男友发了过去，两人便挨在一块，各自发自己的公开微博。魏无羡打了一堆话，后来增删删，总觉得不满意。看着蓝湛已经放下了手机，耐心地注视着他，于是便把文字内容全部删光，只留下了最开始打的那个小表情。蓝湛，我可以看看你发的什么吗？好。当魏无羡看到蓝忘机微博主页的置顶微博时，心头一动，莫名的有些鼻酸。微博发送成功后，
魏无羡就把手机关机扔在了一边，问自己名义上的男朋友：“我什么时候把行李搬过来啊？如果要在这里常住的话，虽然东西也不多，但是像洗漱用品这种，我自己都用惯了。”蓝忘机思忖了会，道：“若你愿意，不搬也可以，这里都有双份的。”魏无羡暗暗惊讶，原来蓝湛早就把一切打点好了，可是换洗衣物他可是一件没带。可是蓝湛，我总得带衣服来吧，总不可能穿你的呀。他打量了一下蓝忘机的身形，何况你的我肯定也穿不了。那你想什么时候回去拿行李，我陪你。不用了蓝湛，我明天自己回去一趟。我东西不多，你不是还有工作要忙吗？蓝忘机站起身，道：“无妨，最近没有工作。”对于他说自己不忙这件事，魏无羡总是狐疑的。他记得以前的影帝蓝总是有忙不完的戏，有赶不完的通告，不然也不会有那么高的曝光度。反正他自己是常能在电视上或者微博里看到他的。况且影帝这个称号又不是随便拍1-2部戏就能拿下的。魏无羡不知道该怎么接话，是继续推脱好，还是顺着他的话说，最后还是道：“你以前工作那么拼命，现在多休息也好。”蓝忘机垂眼，不置可否。末了，朝还坐着的魏无羡伸出手：“我带你在家里逛逛。”“哦，好。”魏无羡有些紧张地把手交过去，很快被对方轻轻握住，并没有怎么使劲，就将他从沙发上拉起来。“蓝湛，我们先去看哪里啊？”“主卧。”说着他便带着人往2楼走。说白了，卧室是人平常起居待的最多的地方，加上魏无羡又不用下厨房，主卧里又自带独立卫浴，这栋小洋楼平日也不会有人来访，不需接待客人。魏无羡心里一惊，觉得这发展是不是太快了点？虽说在剧组他俩睡一起的次数也不少，可以现在两人的关系来讲，是打算直接以假乱真，假戏真做了吗？他还在胡思乱想的当口，蓝忘机就已经打开了主卧的门。他只往里面瞟了一眼，立马就看到了那张面积大到让人无法忽视的床，软体的双人床。蓝忘机将惊呆的人轻轻拉进卧室，关上了门，问他道：“魏婴，以后你就住这里，可以吗？如果还有什么缺的，我和你一起去置办。”魏无羡脑子一片混乱，所以没听清他说了什么，只知道他说话就点头同意。他环顾了这间主卧的格局，心道自己从小到大都没住过这么豪华，当然小时候他家境也是不错的，只不过刚小学毕业就被父母托付给了别家，而他们2人则是出国浪迹天涯了。之后的一切都是靠他自己打拼，随遇而安的日子慢慢的也就习惯了。不对，这不是住的好不好的问题呀，这是和谁一起住的问题呀。魏无羡努力平复了下紊乱的呼吸，内心有点小激动，但面上依然要矜持地回答道：“